咱们有没有花友喜欢那种高瓷盆种花的？这种花盆种花说法比较多啊。咱们今天出一个种植的一个教程。那第一步啊，肯定是给花盆底下给它打眼啊。我用的是这个手电钻，前边在网上买的这个砂轮。有的人说多打几个，打3个、打5个、打6个都行，别给花盆干坏了就行。增加了底部的排水口啊，咱们种花的时候这个花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深。这种情况，不管你打几个眼，我都建议去往底层去铺一些陶粒儿。如果说怕头重脚轻啊，咱们底部可以加一些石块啊，增加重量。咱们垫底部的这个高度啊，那么大概是整个花瓶的1/3到1半左右。具体垫多少陶粒儿啊，根据你圆土球的一个土球厚度决定啊，一般这种花盆底部垫个8到10厘米的一个底土，是吧？垫8到10厘米的一个底土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咱们托盆看根儿啊，如果这个根系没有问题，是吧？全是小白根儿啊，咱们可以加一些底肥啊。我用的还是咱们那个微生物有机肥，是吧？扒拉扒拉土啊，然后咱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土球的梳理啊。小耙子拿出来，是吧？给根系周边稍微给它打散一些啊，稍微打散一些土球。啊，这个换盆的时候强调过无数次了啊，我讲的都是非常实用的，让这个新根露出来啊，扎到新土里更好与新土贴合。然后咱们盆面的这个盆面的这个土球要梳理梳理，咔嚓咔嚓啊，盆面土不要埋得太深，尤其是这种花盆啊，尤其它还是收口的啊，那么它的这个排水性不是太好的话，咱们一定要把盆面的土球啊，尽量的去往下给它抠一抠啊，盆面露出来点根儿没事儿啊。我讲的是室内养花。你室外的话就没有这么麻烦啊，因为室外不管是光照啊还是通风啊都比较好。土球梳理这样基本差不多。那么咱们埋的时候，像我这种根系比较长的啊，咱们就怎么样给它悬空一下，先把底下根儿给它添点土啊，这样根儿和土贴合的更充分，有效的避免这个根系被架空的风险。咱们用的还是咱们那个比较疏松透气的中沙拉火土啊。种植的手法还是我教你们的。什么铁砂掌的一个种植手法是吧？沿着盆边去往下摁啊，看见了吗？沿着盆边往下摁啊，你不用吃奶的劲儿都干出来，土给它塞实一点就行啊，不要有明显的一个空洞，别一压这个土手也下去了，那样不行啊。咱们周边都给它压好它。咱们在浇定根水之前啊，盆面再加点刺激植物长根的微生物有机肥，然后咱们这个定根水啊，要给它浇的很透很透啊，你尽量的。这个多浇2遍是吧？拿到你家卫生间大水去多浇2遍啊，给这个让它土球完全湿润。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些造型，适当的进行一个叶片的修剪。咱们修剪完以后啊，后期的养护，咱们说一下浇水的问题啊。这种花盆有2个重点啊，第一个重点就是这种花盆后期特别容易出现什么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花盆和盆土之间它们有缝隙产生。啊，就是你土相对来说旱一些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有缝隙产生，这种花盆特别容易会出现，一定要留意浇水之前，如果出现缝隙啊，咱们给周边的土给它压实它，然后再去浇水，确保水能浇透。那么第2个问题就是这种花盆相对来说比较美观，很多人选择铺面石。铺面石可不可以用啊？当然可以用，但是我建议，不管你是铺苔藓还是铺面石，咱们先把它养活。这个植物长根以后，那么1个月到1个半月以后，你能大概率的了解到这棵植物多长时间浇一回水，浇水比较有把握以后，咱们你去铺椰丝啊，铺这个火山石啊，你去铺苔藓呐，都 OK。前期一定是扶盆、长根、养活，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